我军统抚平工作站已经有人潜伏到毛泽东的身边。毛泽东的身边已经有我们的人了。古正班少校到。保密局华北谍报组少校古正帆向总统报道。正帆，请你向总统报告关于用飞机偷袭毛泽东住处的具体方案。是。用飞机轰炸？你们凭什么能把炸弹准确地投放到毛泽东的住处啊？报告总统，假设这个水杯就是毛泽东的住所，我的潜伏特工会将碎玻璃撒在毛泽东住所的四周。经过精确的计算，早上8点30分，太阳升起，斜照45度角，照在抚平城南庄。我们的侦察机从空中俯瞰时，这些碎玻璃会反射出耀眼的光芒。总统，这就是刺杀毛泽东的具体方案。华野南渡黄河，东野南下北宁县。主席，这天都快亮了，您歇会儿吃点东西吧。啊，哎呦，慢点，烤白薯。这烤白薯啊，吃的都把肚子那点油水刮光了。谁都不知道，您呐，就是靠这些烤白薯，把蒋介石的几百万大军给消灭掉了。张旭啊，咱们吃一个烤白薯，消灭敌人一个团，怎么样？行，我看行。跟上。哎，连长，干什么呢？你看看，哪儿来的这是？啊？听说是高岗从东北给江津同志送来的。今天中午啊，江津同志让我拿来晾晾。这东西真好，你看，有鼻子有眼的啊！这4条腿全都是全的。是啊，你瞧眼睛，那也真漂亮。都用什么做的？这真的呗？什么真的？真的眼睛早就烂了啊！不是真的。你看这毛上，嘿，哎，你帮我一下，帮我。这别人见着会害怕。啊！哦！你干什么呀你吓死我了！那个，江青同志，我那个出来那个晒狐狸皮。晒狐狸皮啊！我这大晚上的你晒狐狸皮啊你！啊，是我知道，我回去。你等会儿，你个老兵油子，跟我见主席去。哎，江青同志，我这江青同志，我主席，你也管一管啊！张旭拿这个狐狸皮来吓人，差点没把我吓死哦！这件事情必须严肃处理。张旭，你也是个上了一把年纪的老同志，怎么像个冒失鬼一样，净干这种恶作剧？好，那个是我的错，请主席严肃处理我，我上前线杀敌。
主席，你看看他这态度，我要求换人。行，我会批评他的。啊，你先回屋休息，睡一觉就没事了。张徐啊，我早就看出来了，你是不是不安心在我身边干呢？说实话，主席，我是不太喜欢在后方干，不如在前线杀鸡爽快。要立了功的话，还能升官呢。小心眼暴露了吧？先跟着我没出息，当不了官是吧？那可不，我跟您干了这么多年了，现在还是个排长。这要是上前线杀敌去，我现在怎么也得是个营长、团长之类的。我就喜欢你实话实说。像你张旭文武双全，身经百战，跟了我这么多年，还是个警卫团的小排长，是有点憋屈啊。主席，其实我也不是特别的想当官。当兵吃粮，当官吃饷，不想当将军的兵可不是好兵啊！哎，我理解你，算是我亏欠你的，好吗？你知道我练就，离不开你这个老搭档，留下来，跟着我再干1、2年。主席，您千万别这么说。其实我是想如果你嫌2年太长，就先定个1年，我们一起签个合同总行了吧？合同期满你走人。合同就别签了，那咱说好了啊，就1年。好，一言为定。哎，你也别再生江青同志的气了，他也是个刀子嘴，别往心里去啊。您放心吧，明天一早啊，我再向江青同志赔礼道歉去。哎，那就好，那就好。刘总长，这么早出门你干啥去？你这老高，你吓我一跳！你没什么事，就是睡不着，出去转了转，出去转转，拿着麻袋干啥啊？哎，怎么里边还有玻璃碎片呢？麻袋是我在村口捡到的，我怕食堂里边以后用得着，所以就带回来。我看你啊，夜不归宿，是不是出去找娘们去了？你是怎么知道的？可别给兄弟保密啊！我一猜啊，你就干着偷鸡摸狗的事儿，当心犯错误啊！什么呀？白鼠，您……哎，刚才吃着吃着就睡着了。睡梦里啊，我还让粟裕率军南渡黄河。哎，凉了，主席，不能浪费了。您床上睡啊。大事已定，吃饱喝足就该睡了。张徐啊，哎，给我拿安眠药去。是。
呢，你再等等吧，这飞机也不一定会来啊。不会来，您看看，这飞机在头顶上呢。你听听，这警报也解除了，飞机也走了。不对，这凭我的经验和直觉，每次啊都是来好几架侦察机，然后轰炸机随后就到。这次就来了一架，转悠一圈就走了，这里边肯定有问题啊！我告诉你啊，张旭，主席在睡觉，如果他醒了发火，你吃不了兜着走。那行，那我就兜着走。你，张旭同志，你怎么还不让主席快走啊？主席睡觉，江青同志不让叫醒主席。嗨，都10万火急了，1秒钟都不能耽误，快走啊！哎，报告，未到达城南庄上空，请指示。好不容易才睡着，又把我给叫醒了，怎么回事嘛？这敌机有可能来轰炸，你现在必须得走，马上得走。来，敌机来轰炸又不是第一回了，转战陕北的时候，那炸弹还从我头上飞过去呢。伙人们，主席，听我直言。哦，您这是演什么演？马上把主席架走，快点！好，张旭，你吃包子咋了？发现目标，锁定目标，请指示。快点！快走！什么的？你是机长，你现在必须听我的，有可能来，你马上走，来人啊！你们这是绑架吗？对不起，主席，请您服从一下，是我命令张旭同志情况紧急时对您采取任何保护措施。敌人的轰炸机已经快到头顶上来了，张旭，快！好，听你们的，用不着做担架吗？听我的，必须做担架。来，快点，走吧，快点，快走，别愣着，快走！好，快衣服我来。我倒！是俩的，快，马上走，快点！多危险！哎呀，是啊，多危险啊，主席！你看看，这是敌人轰炸机扔下来的炸弹，刚才要是炸了的话，咱们可就都光荣了。是啊，这就叫吉人自有天助啊，大难不死必有后福啊！刚才我叫您起床的时候态度不好，请您处分我。岂止是态度不好啊，简直是强行绑架嘛！我就是觉得这次敌机啊，他们来的架次，还有飞行的速度，还有他们都跟平常不一样。我的直觉告诉我，肯定跟你有关系，所以我觉得当时让您以最快的速度撤离现场最好。哦，你说这次攻击完全是冲着我来的？是啊，您看看，这敌机的炸弹都扔在您的院子周围了，别的地方一颗都没有，这说明敌人很清楚您住在哪个院子里边啊。是啊。好一个直觉啊！我身边这猛张飞心思缜密啊，看来你是大材小用了，应该调到李克农的社会部去干反特工作嘛。主席，我这也不是什么直觉，我当时瞎想的，瞎想，应该瞎想。今天你是立大功了，我应该给你们这个警卫团领导提个建议把你由排长提拔为，我看不要一下子破格了吧？副连长怎么样？主席，我不想升官，我平常跟你说，我就是发牢骚，真的，我没那念头。张旭同志，主席亲自提拔你当副连长，官虽不大，但面子可大着呢。这事儿啊，我负责去落实啊。刚才我是有些大意了，应该听你的。哎，这些年啊，你鞍前马后的护着我，还得挨我的训。您快别这么说，您这么说，我都不好意思了。只要您安全，怎么训我都成。好，见外的话咱们都不说了啊。哎，你刚才说那个直觉很重要啊。一会儿我让李克农去找你。啊，
还从来没有见过飞机上扔的炸弹。蒋介石给咱们送来的好钢啊，看看，啊，能打几把菜刀。主席，您就别开玩笑了。根生，赶紧护送主席还有江青同志离开这儿啊！是，主席，快走，这交给我了啊！说动粗哎呀，交给我了，赶快离开，快点！主席啊，要不是他动粗，刚才肯定真出大事了。就是啊。哎呀，你不是说他老兵油子3番5次要换他吗？不换了，这个老兵油子啊，性格也改不了了。你平时都那么护着他，生死之交比谁都亲呢。哎，这话我爱听啊！哎，生死之交比什么都亲。看来主席是说对了，应该把你调到我们社会部来。我当时就是瞎想啊！哎，你的瞎想很厉害呀。今天这件事儿的确有些蹊跷。你想，主席刚到城南庄不久，敌人怎么会知道呢？而且空袭的目标如此精准，整个城南庄没有被炸，恰恰主席住的这个院子被狂轰滥炸，这里边说明了什么？啊？说明有内奸。所以你这个瞎想很有道理啊！啊，走。咱们到附近再去看一看，能不能找到有价值的线索。好，走。部长，怎么了？你看这是什么？碎玻璃啊！这碎玻璃上的小纸片虽然被烟熏黑了啊，可你再仔细看看，这是汾酒瓶的商标啊。城南庄这个小地方，普通百姓根本不可能喝这种酒，而且据我所知，主席也不爱喝酒啊。对，主席到城南庄根本就没喝过酒。那这东西跟轰炸有什么关系啊？现在我还说不清楚，它跟轰炸有什么直接的联系啊？不过根据我多年的经验，凡是不可能出现在现场的东西，却恰恰出现在这儿了。这里边一定有值得探究的原因的。张旭啊，你先把它好好收好。哎，这是我们在现场找到唯一的证据。哎，哦对了，啊，咱们接着刚才的话说呀，主席可是跟我提了好几次了啊，说你有破案的天赋，要我今后好好培养你。哎，怎么样？我可是非常相信主席眼光的。哎，你愿不愿意听从我直接指挥啊？您放心吧，李部长，只要能够保证主席的安全，让我干啥都成。我已经跟你们警卫团的领导打过招呼了。表面上提拔你为警卫团的副连长。但从今天开始，实际上你暗地里接受我的指教。好，全力以赴，秘密调查隐藏在我们身边的这个特务。你放心吧，我肯定尽快的把这个内奸挖出来。好。时有斯人，此乃中正人生之最大不幸。父亲，这是总统刚刚搞到的，毛泽东去年12月在共匪中央扩大会上的报告，目前行使好我们的任务。你要好好的研究毛泽东，了解中国最透彻的人了。这一点，只有后人才会真正明白。城南庄这个小山村，怎么会出现这么多碎玻璃？是谁？又是为了什么？他们和轰炸毛泽东住处有什么联系？但这个谜团尚未解开，毛泽东就离开了城南庄。经花山村短住后，便转移到了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粟裕率主力已于5月30日南渡黄河，计划用陈塘兵团包围开封并攻占之，用146纵带入机场。好，
让陈士渠、唐亮率2个纵队攻打开封。这样一来啊，蒋介石一定会派邱清泉兵团前来增援，一台中原逐鹿的好戏就要开场了。我强逼你，师座，是。报告，总统，开封城被共军重围，国军激战2天2夜，伤亡惨重。城外的工事被共军占领。毛泽东的胃口越来越大了，从游击战到运动战，再到攻坚战，一仗比一仗打得大。如果我们这一仗失败了，将来他们打起仗来底气就更足了。所以我们必须全速的去解开封之围。我命令邱清泉兵团流入明部，火速增援，并由欧寿年率整编72师迂回增援开封，对共军的外围进行全力的轰炸。是，我马上去部署。报告副总，我第3、第8纵队于6月22日解放开封，歼敌近4万人，击毙敌整编66师师长李仲新，活捉敌参谋长。部队已进城肃清残敌，构筑守城工事。马上命令3纵、6纵迅速打扫战场，从开封城内撤出。什么？我们2个纵队从6月17日打到22日，整整6天6夜，好不容易攻下开封城，不到3天，连屁股都还没坐稳，就让我们弃城撤退了。这就是打仗。你们连夜撤出城后，马上集结兵力，准备打更大的仗。你们要明白，这可是主席的战略部署，立即执行。是。给我报告老头子，就说占据开封城的共匪，经我将士浴血奋战，粟裕主力伤亡惨重，溃不成军。开封城已经被我邱清泉部重新占领。邱清泉部经浴血奋战，已攻占开封，指示我兵团不必再靠拢开封，可紧随邱兵团继续南下，合围并歼粟裕残部。什么浴血奋战攻占开封？那是共军放弃的一座工程，还让我随他继续南下合围共军，凭什么他吃肉，汤都不给我留一口？他奶奶的，老子不陪太子读书了！现在传达我的命令，部队就地休整，让他出风头去吧。主席啊，
这次老蒋看来又要上你的大当了。邱清泉兵团占领开封后，贸然南下追击我陈塘兵团，而欧秋年兵团又不紧随邱兵团，欧邱两兵团之间相距有30-40公里的间隔。战机终于来了！火速电告粟裕，命令第1、第4、第6纵队和中原野战军第11纵队组成攻击集团，从开封撤出来的3纵、8纵继续南下，引诱邱清泉兵团。待邱欧兵团拉开间隔，突然挥师东移，会和10纵和两广纵队负责打援。至于何时发动总攻，由粟裕同志统一指挥。老毛，你的手笔是一仗更比一仗大了。此战必胜，中原可定啊！在战争中学习战争吧。作为最高统帅部，就是要站得高、看得远、想得细，不在乎一城一地的得失，这样战略决策才能正确。至于具体仗怎么打，我看还得放手让粟裕他们去指挥。来，电告华野司令部，战场上军情瞬息万变，紧急时他们可以独立处置，不必再请示了。我叫你紧随我军，同进同退，你偏偏徘徊不前，现在后悔了吧？我率部回援，你要坚持24小时，我恐怕坚持不到天亮了。兄弟，我求你了！司令，我们赶快向他们靠拢吧。你想找死啊？围点打援，那是粟裕的拿手好戏。父亲，欧顺年将军求救电话。喂，欧将军，邱清泉的援军到了吗？总头，邱清泉为自保实力，按兵不动，见死不救。我已经弹尽粮绝，陷入共军的重围了。你要再坚持几个小时，我将飞赴战区上空督战。总头，共军已经打进来了。星儿，让空军周司令给我派一架专机，我要亲赴战区上空督战，要我军将士上下用命，人在，阵地在。为激励我国军斗志，本总统谨亲领豫东随旗会战前线上空督战，县令黄伯韬兵团自地丘店由东向西，邱清泉兵团。老头子飞到战场上空督战有个屁用！毛泽东还不知道钻到哪个山沟里，照样指挥打胜仗。违命自保，贻误战机者，军法处置，杀无赦。胜败自有天意。司令，下一步怎么办？还是按兵不动？不，粟裕一战开封，2灭50年，豫东战役已大获全胜，自然无心恋战，也没有灭我之心。此时，我军只管大胆地按照老头子的要求，全速追击，咬住共军的尾部不放，捡一点共军丢弃的物品当战利品，好好的开个新闻发布会，就说豫东会战大捷，老头子就不会再追究了。主席呀，粟裕来电了。7月6日，我华野已跳出
黄百韬、邱清泉两大兵团的东西夹击，历时20天的豫东战役，以歼敌85700余人，而告大获全胜啊！加上中原野战军为策应华野打援，歼敌7000多人。豫东一战共歼敌93000人呢。这只是中原逐鹿的序幕，大旗还在后边呢。来啊！我那儿还有几瓶好酒，茅台、杜康、老窖，都是战利品。你去挑一瓶来，咱们庆贺庆贺。主席平时不喜酒啊，今天祝贺豫东大捷，好好的喝一杯。好。华野计划于9月16日发起济南战役，南线的粟裕一旦得手，就看北线的林彪怎么唱这台大戏了。今天我们重点研究一下东北问题。现在蒋匪军从北到南占据了长春、沈阳、锦州、唐山、天津和北平这几个大城市，形成了一字长蛇阵。俗话说打蛇打7寸，那么这个7寸的要害在哪里呢？就在唐山、锦州一线。如果我们打烂了这个7寸，那么这一字长蛇就会断为2截，一截死在了关外，一截僵在了华北。看来老毛早已经胸有成竹了。有什么锦囊妙计啊？说给我们听听。我想来个关门打狗，力争把蒋匪军关在东北消灭掉。这就必须命令林彪迅速挥师南下，占领锦州。林彪包围长春9纵不下，想打沈阳来源之敌呢，人家也不上河道。军委早就指令，让他们把主战场尽快的转移到锦州、唐山一带，可是他们迟迟下不来决心。他们可能只是从东北战局出发，而没从全国大局考虑。我拟定了一个辽沈战役的作战方针，你们看一下。老毛，北有辽沈战役，南有淮海战，这2战事关生死大局。我们同时指挥这100万大军生死搏杀，这在古今中外还是举世罕见的。这一南一北2仗，是我们以前指挥所有战役当中最大的一仗。我军现在是280万，敌军是314万。如果这仗打赢了，我们就变成300多万，敌人就只有250、60万。这是一个转折点。领导，主席又来电，催我们大军南下北宁县，切断关东门户。主席好像已经催得10万火急了。将在外，军命有所不受。领导，主席又来电，催我们大军南下北宁县，切断关东门户。主席好像已经催得10万火急了。
将在外，军命有所不受。现在的问题是，我们几十万大军要从北满的哈尔滨、阿拉西、白城、通辽、彰武、阜新，先是坐火车，再从公路运至武义和锦西一带。这中间还有长春、沈阳等多座大中城市和制空权掌握在敌人手中。这样长达千里的运输线极容易被敌人切断，而且我军这样大的战略行军布局，怎么才能瞒过敌人的耳目呢？这确实是一个天大的难题啊！林总坐在地图前做功课都10多天了，还下不了决断。这么多年打仗，从来没碰到过。主席呀，东北局8月12日来电，说林彪已经确定了大军南下的时间表了，但又担心接下来是雨季，怕行军迟缓。看来啊，把这份辽沈战役作战方针马上发给林彪。好的。必须置长春、沈阳两地于不顾，迅速挥师南下，战机转瞬即逝啊！林彪谨慎有余啊，胆气不足。林总，主席9月7日又来电催促，提出了完整的辽沈计划作战方针，看来是箭在弦上，不得不发呀。林总，36计中有一计叫明修栈道，暗度陈仓，我们能否采用此计？看来政委是和我想到了一起去啊。我想的是瞒天过海之计。怎么个瞒法？既要瞒住敌人，就是要给敌人造成假象。我军开始从铁路大规模南下，向锦州运兵，严令师以上指挥部各级无线电台一律静默，一切命令由专人口头传达。为防敌空中侦察，部队夜行小宿，同时再抽调4个师，白天从南向北，在公路上浩浩荡荡公开行军，晚上坐火车悄悄返回，第2天再继续循环往复，与南下大军高度隐秘相反。这4个师沿途要拉大距离行军，各级电台要开放收发电报，并且故意使用东野司令部的番号，给敌人造成东野主力北移的错觉，布下迷魂阵。只要能瞒住敌人3、4天，我们就可以先敌一步南下了。林总，用4个师每天大规模假行军，你这个障碍法可是完大了。这是最高机密，即使对各纵队司令，也要守口如瓶。林总，我还有一招。我们前段破获了敌特一个叫257组的潜伏电台，敌特机关尚不知情，我们可以用257组潜伏电台名义，故意给他们发假情报，释放烟幕弹，让敌人难辨真假。好，就这么办。东野司令部明晚开始坐火车随大军南下。9月12日，由程子华司令、黄克诚政委率一部主力开始攻打北宁县。9月14日，其余南下主力开始大规模从铁路秘密运兵，目标直指锦州。长春数月有余，在我国军浴血奋战下，伤亡惨重，现在是进退两难。我猜测，林彪围攻长春不是目的，而是引诱我从沈阳出兵援助锦州，然后吃掉我的援兵。据我军统的绝密情报，最近共军对长春围而不攻，似有其他的战略异动。我怀疑林彪有比围城打援更大的战略企图，比方说，共军是否有大军南下的可能？大家不必紧张，
毛局长刚才的所立，我还是有所准备。空军司令周志尧，到。我让你从空军监视，情况怎么样？报告总统，据空军侦察，共军的大部队尚无通过铁路、公路南下运送部队的迹象。令人费解的是，近日每天都有5个师左右的大部队由南往北挺进。我想，这一定是林彪的主力部队。奇怪，共匪大军北上意图如何？我东北剿总无线电侦听组日夜侦听，发现共军的各大纵队，包括林彪东引司令部的电台收发报机，一直在原地正常工作，没有出现驻地转移之异常变动，说明共军的主力不可能以南下。据我国防部2厅长春站报告，他们在共军内部潜伏了一支代号为257的电台，平常处于静默状态，关键时候启动。前天忽然发报说，共军每天有2个军的大部队沿四平、吉林至沈阳之间往北运动，动机不清。这一情报与我空军侦察的结果相符。毛局长，你欲言又止，是不是有什么话要说？报告总统，毛泽东那边日夜在开会商议。据我们捕风捉影探听到一点动静是，共军有可能在锦州一带部署一场大战。毛泽东是不会让林彪南下奔袭锦州啊？他要切断我们东北与华北的咽喉要道，要断我们国军在东北100万大军的后路啊！我怀疑林彪他们几个北行之师和电台呼叫原地不动都是假象，是金蝉脱壳之计。也许是他们利用这个争得了宝贵的时间，哪怕只有几天。毛泽东可以不计一城一池之得失，我们为什么不能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呢？比如，我们可以把沈阳的部队撤退到锦州，扼守锦州，保护我们华北与东北的大通道。顾长官，国防2厅要紧急联络那个叫什么275的潜伏电台，告诉他们，他们所提供的情报我们要给予嘉奖，同时要密切注意共军的动向。是。周司令，到。你们的空军要盯住铁道线。是。总裁，共匪华野东西兵团于9月16日对济南发动前行进攻，激战3昼夜，吴化文率整编96军2万余人向共匪投降，济南城危在旦夕，王耀武请示弃城突围。报，一定要坚守待援。济南丢了，整个山东就丢了。我命令邱清泉、王伯涛、李民兵团火速增援。是。报告总统，林彪的主力从9月14日开始，从铁路上大量运兵，直到今天才被我部发现，现已无法围追堵截。空军的侦察机都是瞎子。国防2厅的潜伏电台，其实你们早就被共军给侦破了，你们还蒙在鼓里。人家供给你们的假情报，你们还如获至宝。东北剿组的侦听组，你们居然还说林彪司令部和他们所属的各纵队的电台都在原地没有移动，你们都让共军的瞒天过海之计给骗了，一个比一个蠢。
共军的先头部队到什么地方了？共军采取日宿夜行的手段，欺骗了空中侦察，采取无线电台不随大军南下，留在原地迷惑我侦兵监控等手段，赢得了几天的时间。目前东野的主力已通过铁路集运南下北宁县，企图攻占锦州。军荣啊，局势如此复杂，我看只有让你守沈阳的部队组成西进兵团，去支援锦州的范汉杰将军了。单靠我辽西的11个师西进增援，恐孤军深入，被共军吃掉。请总统能否让傅作义从关内增兵，形成前后夹击，方解锦州之困。总裁，共军对济南发动最后的总攻，济南城落入共军之手，王耀武下落不明。北有锦州，南有徐州，看来决定国共两党的生死大决战马上就要打响了。现在中原济南失守，东北锦州之战更显得事关重大。除了调沈阳之兵西进援锦，让傅作义将军调兵到关外支援，也确实是唯一的选择。不知医生是否听调啊？傅将军是个识大体的人，父亲不能简单的下令调兵，而是要亲临北平，动之以情，晓之以理，阐明东北、华北如唇齿相依。傅将军必定明白唇亡齿寒之意。傅医生这个封疆大吏呀，想不到我堂堂的一国元首，想要调他的兵，还得要亲自登门去拜访他。你看，毛泽东就躲在穷山沟里，使用密码和电报，就可以指挥他全国的千军万马，而他的各路兵马都没有一个为了保存私利而心存异心，互相之间都是以死相远。国共生死决战，今日之逆转，其根本原因就在于此啊！父亲所言极是。啊，既然决定去北平，那就给医生一个大面子吧。总统府、国防部、空军司令、海军司令，都跟我一同去。只是委屈父亲了。唉，自追随先总理以来，数十年间，我不断的东征西战，无一日不勤勉。可时至今日，却落得个孤家寡人，日落西山。不知上苍为何不站在我的一边？医生，我此次来北平，是想和你商量一个重大的问题啊。眼下共匪猖獗，东北危机。总统的意思，是否调兵啊？我考虑的是更大的问题，还有更全局的问题。东北、华北虽分属关外关内，但实为一体，所以我想将东北和华北的剿总合二为一，由你来出任剿总总司令。总统知遇之恩，莫齿不忘。可如此重任，我绝不敢当。如今正是危难之际，唯有总统方能令三军同心用命，属下岂敢僭越？医生，国难当头，你可不能推卸责任呐。我当尽其全力为党国效劳，一切服从总统的调遣。既然如此，那我就把话直说了吧。啊，你坐。
我想从华北抽调10万精兵，组成东进兵团，去救援锦州。同时让你部的侯静茹将军担任统帅。医生，不知你是否同意啊？总统，军人以服从为天职。医生，你是个性情中人。下面我宣布，由第9兵团司令廖耀湘率领新1军、新6军等11个师，组成西军兵团，直插辽西，以及锦州之围。再从华北和山东调集10万大军，由侯静茹将军指挥，经海上运往葫芦岛，组成东进兵团，在空军的配合下，形成东西共进之势，一举歼灭林彪的东北野战军。要不惜一切代价守住锦州，守住了锦州，东北才有希望，华北才能守得住，中国才乱不起来，胜败在此一举。我蒋某人拜托在座的各位了。报告总统，王耀武在济南城破后化妆出逃到寿光，最终还是被共军捕获。王耀武为什么不上声承认？作为军人，就应该战死沙场，马革裹尸，怎么能够成阶下之囚呢？好了，今天就先谈到这里吧，你们分头去执行吧。是。林总，刚收到10万火急的情报，敌人可能已经探明我南下锦州意图，命廖耀湘率11个师由西向东，由侯静茹率10万大军组成东进兵团从葫芦岛登陆，企图对我实施东西夹击。东进兵团如果登陆葫芦岛，离锦州只有50公里，只要10个小时，10万大军就可以对我攻打锦州的部队实施反包围。再加上廖耀湘西进兵团11个师西出辽西，我组员部队就必须东西分兵，能否抵挡住10万大军的东西夹击？万一我攻进部队如攻打长春一样久攻不下，那后果不可设想。侯静茹的4个军，廖耀湘的5个军，再加上守锦州的2个军，共11个军，还有空军、海军的优势，这可真是准备了1桌菜，却来了2桌客人。命令军烈先靠站暂停下来，我要紧急给中央军委和主席发报，要求能否把打锦州改为打长春。估计攻锦需相当时间才能完全解决战斗，我组员部队不一定能堵住援敌，而长春之敌数月经我围困，士气必甚低，故目前如攻长春把握大为增加。以上2个方面，请军委同时考虑并指示。这是林彪10月3日刚刚发来的急电。又不敢打锦州了，这么回事吗？林彪可能没有想到，老蒋的东西夹击兵力会这么大。林彪也没有想到，主席打锦州的决心还要大。看来这回电还得请主席亲自撰写了。唉，看来要让我们的高级指挥员变成战略家，不是件容易的事。你们应该利用长春之敌不敢单独援锦的目前紧急时机，集中主力迅速打下锦州。此计划不应再改。5个月前，长春之敌本来好打，你们不敢打；2个月前，长春之敌同样好打，你们又不敢打。
现在公瑾部署业已完毕，你们却又因新五军从山海关95师从天津调至葫芦岛一项并不很大的这些变化，又不敢打锦州，又想回去打长春，我们认为这很不妥当。林总啊，我整个后半夜都睡不着，想来想去，我觉得你给主席的电报有问题。打锦州是军委主席和我们经过长期酝酿才定的，事关全国大局，箭在弦上，我们不得不发呀。我也有同感，打锦州风险虽然很大，但关键一是我们的决心。两军相争，勇者胜；二是用兵贵神速，抢在敌人东西夹击之前打下锦州。昨晚那份电报发出去没有？没发出去就撤回来吧。昨天连夜就发出去了，按主席通宵工作的习惯，他现在早就看到了。摆了一桌菜，却来了2桌客。原以为设宴的是我林彪，可今天我才明白，设宴的是主席啊。打就打吧，谁怕谁？老罗，还是你亲自执笔，给中央军委主席发电，声明东北野战军同意继续打锦州。这就好，这就好啊！通知指挥部军列马上开车，在大军一部主力对北宁县发起攻击的同时，以第4、第11纵队及热河2个独立师打锦西葫芦岛支援，以1、2、3、7、8、9共6个纵队全力攻打锦州，以5、6、10、12、4个纵队打沈阳增援之地，以9个独立师围歼长春突围之地。部队要在沈阳和锦州之间的大凌河沿岸直插沈阳以北，切断义县与锦州的联系。炮兵纵队要日夜兼程，从铁路强硬至阜新，占领锦州外围阵地。老马，你发的2封急电啊，给林彪的电报提了3个不敢打，措辞之严厉，语气之严峻，这是你亲手起草1000万封电报中啊，绝无仅有的。优柔寡断，乃兵家大忌啊！一旦放弃锦州这个门户，让国民党在东北的上百万军队撤至关内，那华北和中原战场，仗就不好打了。林彪打仗，素来谨慎啊，无心不定，输得干干净净。报告，进来。林总电报。哟，主席啊，从电报的内容和时间上来看，您的电报他们尚未收到，他们先发回了同意打锦州的电文了。看来我的电报跟林彪的电报打了个时间差啊。他们总算是回心转意了，但愿不要再动摇了。老毛，林彪这回可是被你给逼上梁山了。报告总统，东北剿总军以上指挥官全体到齐，请总统示事。东北是中国最大的工业基地和粮仓，如果真的丢了，那共产党就会像当年清兵入关一般，从此席卷山河，势不可挡。我是来救你们出去的，你们如果再不跟共产党拼命，那共产党就会把你们一口一口的吃掉。你们必须不惜一切代价守住锦州。除辽西上有11个师之外，我再紧急从海上给你们增援7个师，从葫芦岛登陆。守住锦州，东北才有希望。
如果你们败了，那我们只有来生再见了。1948年10月9日，我军发起锦州外围战役。10月14日，对锦州城内的总攻正式打响。经32小时激战，东北战略要地锦州全城解放。东北剿总副司令兼锦州指挥所主任范汉杰和35名少将以上军官被俘，毙伤近2万人，俘虏8万余人，缴获各种火炮1000多门。你们是干什么呢？我们是逃难的。你也是逃难的？我是沈阳钟表店记账的，因为战事危急，想回福建老家去的。福建？肯定是假的，我抓着！放开我！我就是范汉杰，今天碰到你们，我无话可说。你们枪毙我吧！你就是范汉杰，东北剿总副司令。我想见见你们的首长林彪将军。啊，范汉杰，啊，请坐吧。范司令想见我，有何指教啊？作为一个职业军人，我虽被贵军打败了，但我一直没有搞明白，贵军回赶长途奔袭，冒险攻打锦州，非雄才大略是下不了这样决心的。所以我想冒此一问，如此决断，到底是何人所做？你为何会这么认为呢？自从国军被包围在长春、沈阳、锦州3个城市以后，我们就估计贵军会先打长春，所以把主要兵力投在了长春，想对长春全力固守。没想到贵军会先打锦州。你们为什么会认为我们不会先打锦州呢？因为贵军的主力都在北满，攻打锦州会有许多困难。一是战线太长，2是运输补给太困难，3是一旦失利，就会断了后路。要是先打长春，无异于是把国军从北往南赶，这样就不但不可能把国军在东北就地歼灭，反而会增强华北国军的力量。要是先打锦州，那就不同了。锦州是连接东北和华北的一个枢纽，就像一根扁担，一头挑着东北，一头挑着华北。一旦打下锦州，扁担也就断了。锦州和东北从此以后就被贵军给切断了。所以，做此大计者，其雄才大略，必然是中国军事第一人。敢问，是否是林将军所为？范司令见笑了。你是黄埔1期高材生，我是黄埔4期生。论资排辈，你还是我学长。你我因而不必以胜败论英雄。实话告诉你吧，如此雄才大略，不是你我之辈的胆略能够做出决断的。不是林将军，那又是谁呢？我们的统帅，毛泽东。毛泽东。报告，是我。残老一时，人老一年。可人往往是不知老之将至的。一个国家，一个政权，也是这个道理。总统，
我有个请求。我想派古正藩亲自潜入到毛泽东身边行刺。古正藩是忠勇可嘉，不过毛泽东的身边他是进不去的，你还要另想其他办法。你不是在毛泽东的身边有人吗？是，我马上让古正藩去联络刘从文，让他们抓紧行动。好，我要亲自到保密局去看一看他。保密局华北谍报组少校古正藩向总统致敬。好，好，致死党国艰难时刻，国将不国，正需要你这种战斗精神。你抓紧时间换洗一下，到我办公室来。是。上次空袭行动虽未能置毛泽东于死地，但还算是成功的。我们毕竟在他的身边安上了一颗定时炸弹，另外用碎玻璃锁定毛泽东的住处，也是一个天才的创举。特别是我刚才看到你在训练场上的表现，果然是巾帼不让须眉啊！啊，平时都看些什么书啊？报告总统，属下最喜欢的是2套书，一是曾国藩的家书，2是领袖的剿匪手本。为什么喜欢这2本书啊？属下喜欢曾国藩的家书，是因为他在大清帝国大厦将倾的时候挺身而出，忍辱负重，挽狂澜于既倒，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精神。而领袖的剿匪手本，其精髓在于4个字。哪4个字啊？统一中国。我认为总统一生孜孜不倦、矢志不移在追求的终极目标，就是这4个字。好，好，我今天已经是为你第2次鼓掌了。古正藩少校，果然是我寻觅已久的人才，你就留在我身边吧。我要破格的提升你为特别行动组上校处长。是。主席，什么事儿啊？看你高兴的样子。李诺回来了。啊，早晨听见窗外喜鹊叫，还真有好事儿。哎，我的小公主回来喽！主席，我给你把李乐带回来了。爸爸可真想你啊！我也天天想爸爸。啊，哪里想啊？这里想。哦，还有哪里想？这里想。还有哪里啊？还有这里想。脸蛋儿怎么会想呢？想叫爸爸亲我。来，出门。哎呀，这2天不在爸爸身边，又学了什么本事没有啊？妈妈教我打鱼杀家。哦，了不起啊！是啊，来，林乐下来，给爸爸和叔叔他们表演一段。白浪滔滔海水发，江岸俱是打渔家。青山
夏日影霞。好，来，爸爸教你骑大马。哎，你别累着。起驾喽！慢点。好了，下来了。哎，对了，主席啊，我帮李乐找了个阿姨，平时呢可以照料她的生活，还可以辅导她读书写字呢。您的这丫头也该读书识字，不然就变成个疯丫头了。小宋，进来吧。报告，主席，她叫宋小贵，原先在机关幼儿园当保育员的。哦，小宋同志，欢迎你啊！主席好。愿意到我这儿来工作吗？我能为主席做点事，让主席腾出更多精力为人民办事，我当然愿意在主席这工作了。讲话很有水平啊！念过书吗？念过高小。哦，还是个女秀才。哪里人啊？石家庄。哦，他也是石家庄人。你们是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啊！初次见面，握个手吧。小宋你好。你好。这就是缘分。张旭同志是党小组长，以后你就归他领导了。别，有什么事儿大家商量着来。小宋啊，这孩子就交给你了。阿姨你好。你好。哎，从今往后咱们就是一家人了。是啊，咱们就是一家人了。主席，你快看看，这是你东渡黄河时候的照片，我把它都拍下来了。蒋婷啊，这是我看你照相以来拍的最好的一张照片。我给这个照片提个名吧。好啊。血溶于水，怎么样？血溶于水，领袖和人民血溶于水，太好了，主席。这什么东西一经你提炼吧，就像画龙点睛一样，具有化腐朽为神奇的作用。主席，我觉得吧，这张照片应该拿到新华社公开发表。这就不必了。你江青不是斯诺，我看你拍照片就跟你平时唱京戏一样，还是自娱自乐为好，不要太功利了。无意插柳柳成行嘛。主席，你为什么永远都不知道我想要什么呢？目前除了军事形势严峻，共军日渐壮大，我们的金融和经济也走到崩溃的边缘。财政部报告，国库收入仅占总支出的5%，也就是每支出100元，收入只有5元。光东北军费这一项，就占总支出的40%。国统区的物价1日3涨，大饼油条每个都要10万。父亲，我觉得再不采取果断措施，国家会崩溃的。静儿有何打算？下决心，马上实施币制改革。海尔院迁往上海，打掉那些扰乱经济秩序的大小老虎。我已经签发了总统令，发行新的货币金圆券。我决定派中央银行行长于鸿钧和你同到上海进行督导。这是金圆券的币改，关系到党国的生死存亡啊！你代表我去到上海，一定要采取强硬措施，要抓紧时间将金圆券兑换成黄金、白银和美钞。我给你尚方宝剑，如有人趁机发国难财，你可以先斩后奏。对那些拒不兑换金圆券的为首者，不管是皇亲国戚还是达官显贵，一律打掉。
天大好啊！东北战场10月16日解放了锦州，长城守军60军郑泽生军长1月17日率部起义，郑洞国已是穷途末路了，但我估计他会顽抗到底。郑洞国是黄埔一期生，为人老实，东征的时候就以敢死善战出名啊，后来当过荣誉师师长，远征缅印，有立过很大战功。在目前的情况下，如果能够争取郑洞国起义或投诚，对整个黄埔系会有很大的影响。我的意见，对郑洞国采取胁迫政策，暂时不予以攻击，以促其变化。同时派出适当人员与其进行接触、谈判。郑洞国是恩来黄埔的学生哎，我看你给他写封信，让他只要放下武器就算起义。我已经起草了一封信给郑洞国，用电报的形式发给了第1兵团，让司令萧金光、政委萧华派全权代表与郑洞国谈判。那就好。山东方面，我华野将士经过8昼夜激战，终于占领了济南，歼敌10余万人。这王耀武化了妆逃到寿光，还是被我们活捉了。济南攻克不到1个月的时间呐，山东境内除青岛外，都已被我解放了。苏玉昨天来电说，提出打淮海战役的建议。好啊，我们还是要抓紧制定出一个淮海战役的整体方案。队长，咱们快去按下！哥几个给我打！狠狠地打！喂，谁是？郑泽春将军，司令。是我。现在已经到了解放区了，解放军首长对你的处境十分关心，希望你也能走起义的道路，站到人民一边来。曾将军，你不要再说，我们都是军人，军人应该有军人的气节。何况我现在是东北防总的副总司令，兼第1兵团的司令，在此紧急关头，我是绝对不会死里逃生。贵公，长春城已经被解放军攻破了，国民党政权腐败没落，为什么非得为一个垂死的政权殉职呢？曾将军，我知道我该怎么做，你放心，我的决心就是不成功便成仁。二叔，解放军已攻占了全城，新七军全体官兵于今天上午自动放下了武器，现在只剩下兵团特务团还据守在我们这个银行大楼里以死抵抗。共军先令你在21日前放下武器，否则……这是中共领导人周恩来给您的信。洞国兄见，新闻曾泽生军长已率部起义，兄亦在考虑中。目前全国胜负之局已定，兄今故处危城，人心士气久已背离。蒋介石纵数令兄部突围，但已遭解放军重重包围，何能逃脱？时急急迫，故念旧谊，特电处使下决心，望与我前线萧劲光、萧华两将军进行接洽。周恩来10月18日。二叔，参谋处郭修甲少将与共军在谈判当中，除了保证您生命财产安全以外，还有3条：第一，二叔投诚后不在报纸、广播电台发表谈话；
第二，对外宣传，就说二叔是因伤被俘，不是自动投降。第三，在解决兵团司令部的时候，允许二叔的警卫人员放一阵空枪，以使我们做了最终的抵抗。您看，蝼蚁尚且贪生，你们各自求生去吧。就说我同意他们的谈判方案。是。完了，全都彻底完了。给南京总部发报。校长亲见，只将率本部和特务团全体将士逾1000人，固守央行，兵伤弹尽，斗志虽旺，已无以为继。恐南渡今夜，只当领尊训诲，恪尽军人天职。唯国事多艰，不能继续追随左右，为军座分忧而憾，时机迫挫，谨电诀别。谨电诀别，之郑洞国。杜将军，你就不能派飞机把他救出来吗？总统，郑洞国将军固守银行大楼，四周被共军团团围住，确实是插翅难飞啊！总统，郑将军发出最后一弹后，已杀身成仁。明天，全国各大报纸、电台都要好好的宣传郑洞国将军杀身成仁、忠于党国的精神。长官，二叔，长官，不可以，二叔，别管我，二叔，我要承认经典，二叔，共军对您仁至义尽啊！只要你放下武器，就会对您敬若上宾。其实他们早都攻进大楼里来了，足足等了你3天没有再进攻啊，二叔，不然您早就没命了。你要不信的话，我带你去看看。您是郑将军吧？谢了啊。司部长。哎，我想到了，你想到什么了？你看，这里边有什么秘密吗？哎，你仔细看，你看，碎玻璃，啊，反光。对，你是猜想特务有可能利用这些碎玻璃作为反光？没错。张旭同志啊，你真有破案的脑子，了不起啊！我没什么了不起的，是主席提醒我的。他跟我说呀，说这些碎玻璃只要在现场就一定会有用处。我就一直琢磨，后来我突然间发觉啊，这些碎玻璃，您想啊，这敌机在天上飞，这地上全都是碎玻璃，这太阳光一照玻璃，它肯定会反光啊。所以这次敌机轰炸的才会这么准确。你的这种猜测完全有可能。如果是这样，这个特务很有可能就藏在我们中间，很有可能在主席身边。一定要想办法追查到底，即便他再狡猾，也会露出狐狸尾巴的啊！忙了吧？没问题。我来了。好。哎，怎么里边还有玻璃碎片呢？麻袋是我在村口捡到的，我怕食堂里边以后用得着，所以就带回来了。老高，张连长，啊，你干嘛去啊？张连长，你也喜欢碎玻璃啊？啊，我拿着玩玩。玩玩？怎么了？你也喜欢啊？不，我随便问问，随便问问。
高，你怎么了？没什么。哎呀，我说老高，你干活得小心一点，还好没打碎。首长啊，我看张连长在找人谈话，手里老拿着一块碎玻璃。碎玻璃，我也不知道啥意思。这碎玻璃，在承天庄那天晚上，我见你捡回那条麻袋里边就有不少碎玻璃。当时我挺好奇，我还问你呢。好了，老高啊，咱们是炊事员，你管那些事干什么？我刚才看了一下，咱们食堂里边的酱油、陈醋都不多了，都得买了。啊，好，明天我去镇上。老高，我就不喜欢你这样，办事拖拖拉拉的。我看你今晚就跑一趟啊！现在啊，天都黑了。老高啊，咱们是机关首长食堂，为首长服务得全心全意啊！啊，那好，反正要买，那我就连夜跑一趟吧。对嘛，来，拿着，路上喝2口。啊，还是苏部长关心咱。这当我也没什么爱好，就是喜欢喝2口。早去早回啊！这老高是怎么死的？从现场来看，他是醉酒后失足掉下悬崖的。就没有别的可能吗？目前为止还没有。李部长，我觉得问题没那么简单。赵旭啊，你是不是觉得这里边有什么疑点？对，昨天呀，我去查碎玻璃的事情，这老高见着碎玻璃，神情特紧张，说话吞吞吐吐的。那就是说，他肯定在什么地方也见过这些碎玻璃。应该是吧。而且给主席吃了3条鱼，已经翻白肚了。我想帮医生来检查一下这条鱼，鱼已经不见了。这3条鱼肯定有问题。啊，看来老高是发现了什么秘密，一人才杀人灭口。应该是这样啊。你马上去排查平常跟老高有过接触的人。啊，放心吧。要快。是。这老高出事那天有什么异样吗？我觉得也挺正常的呀。哎，他平常和谁接触最密切啊？这个当然是司部长了。那他出事那天，司务长跟他说什么了吗？让我想想。去做刘从文密电。情况不妙。如果让李克农盯上了，就凶多吉少了。是啊，刘从文是我们藏在毛泽东身边的一把匕首，这把匕首绝不能落在共产党的手里。我马上指令刘从文不可擅动，等待时机。情况紧急，我们不能再用电台与刘从文联络了。那就通知北平工作站，以非常手段联络穆建德，让穆建德再联络刘从文。好，你去办吧。怎么，你还有事儿吗？综合华北情报网的多处情报汇总，以及刘从文的密电，看来西柏坡只是中共的中央机关，兵力空虚。是啊，西柏坡兵力空虚，可惜我们鞭长莫及呀。报告总统，谷上校得到绝密情报，共党首要机关可能在河北抚平的西柏坡一带，而且兵力空虚。哦，总统，如果谷上校的情报可靠，我倒有一个大胆的方案，我们可以用骑兵突袭西北坡，端掉共党的老窝。锦州市县东北战局危机，我打算明天就飞北平，召开军事会议。总统到北平，正好借此机会，亲自部署突袭西北坡的行动。石家庄是共党在华北的首府，我们这一次就是要把石家庄和西北坡来得个一窝端。古人有围魏救赵之计，要解东北之围，这也是一条妙计。郑兰到，你得到的这个绝密的情报，具有无可估量的价值，我要给你立功。这一计划如果得以实现，那么共军即使有千军万马，也会不战自乱。报告总统，我们的密线始终潜伏在毛泽东身边，
上次空袭虽未能置毛泽东于死地，但新的行动计划依然在进行当中。毛泽东这个人命大呀，从1921年到现在已经27、8年了，我几乎什么手段都使用过，可是上帝总好像站在他的一边，998一难，就是难不倒他。毛泽东充其量也就是个李闯王，最终必定是您的手下败将。李闯王进京是推翻了明朝的。我此次来北平，是要和诸位商议夺回锦州。下面我宣布作战计划。我命令侯静茹、廖耀湘兵团东西对进，夺回锦州。是。就到这里吧。玉成，你留一下。是。现在东北局势危机，玉成啊，我就开门见山的说吧，我请你立即组成一支快速的精锐兵团。总统，东北的作战计划你刚才已经公布了，再准备一个快速精锐兵团，不知何用？东北共军主力集中于辽西，妄图与我辽西兵团决战，他的华北主力也倾巢而出。现在共军后方兵力空虚，这可是我们歼灭中共总部的千载难逢的好机会。总统，这个消息确切吗？是军统华北情报局从绝密的渠道得到的。太好了，果真如此的话，真是天助我也。所以，请你组织一支快速的精锐兵团，直捣石家庄和西北坡，断掉共党的老窝，创造剿共史上最大的奇迹。总统妙计。医生，这个重任我就交给你了。总统放心，这一仗我一定马到成功。石家庄是中共在华北的首府，西北坡是中共中央机关的所在地，毛泽东就在那里呀。好啊，这回我就去会会毛泽东。医生，我听有人讲过，你曾经说，如果共产党在中国得胜了，你甘愿做毛泽东的秘书，有这种事吗？有啊，我就不信山沟沟里出来的共产党能得天下。有这种决心，毛泽东就是想让你当秘书，也万万是当不成了。